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升至6个月高点，但通胀担忧仍然存在。22%的企业计划在未来3个月提高员工薪酬。尽管劳动力市场依旧紧俏，但熟练工岗位空缺率下降，企业的资本支出受到限制。接下来这条，市场繁荣切勿自满，做好风险分散和获利回吐。当前市场估值过高，机构人士预警可能出现回调风险。下一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央行接近放松加息，通胀放缓迹象令人鼓舞，更多良好数据将助力美联储实现目标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或继续创纪录上涨，道琼斯指数下跌，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向国会汇报经济状况，暗示可能降息，但需要更多数据来降低通胀。市场存在回调担忧，但有专家预测可能回调10%。下面这条，6月波音飞机交付量创今年最高，但同比下降27%，因供应链问题和丑闻导致生产放缓。波音宣布将在年底前扩大生产，并收到了11架777货机订单。下面这条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其成员国对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$87每桶感到高兴，但价格上涨并非归功于未能遵守减产协议的 OPEC 加成员国，价格上涨是需求强劲和飓风季供应担忧的迹象。下面这条，一项新研究再次确认，历来 LLY 的 GLP 一类药物在减肥方面比诺和诺德 NVO 的药物效果更好。接下来这条，市场高度预期美联储将大幅降息，专家建议考虑另一种可能性，今年和2025年降息次数少于预期。下一条，美国最大的未解决的巨大问题是35万亿美元的国债，它正迅速增长到不可持续的水平。美国人最终将面临一些不愉快的选择。2位候选人回避了一些问题。接下来，特斯拉股价周二连续第10个交易日上涨，午盘上涨约 4%， 得益于第2季度超出预期的汽车产量和交付量，以及人工智能业务的增长势头。特斯拉已抹平了今年以来的所有损失，自年初以来上涨约 5%。 7月23日，特斯拉将公布其下一个季度的收益。接下来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报告，指责3大药品福利管理公司 PBM 导致药品价格上涨。报告称， PBM 通过合并和整合医疗保健系统，控制药品分销和定价。PBM 否认指控，认为他们帮助协商更低的药物价格。接下来，受飓风影响， Lumen Technologies 在休斯顿地区的部分客户遭遇电力中断，造成服务部分中断。公司正在使用备用发电机维持部分服务，并与电力公司合作解决问题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妆及健康产品需求下滑，海伦娜公司业绩低于预期，营收和利润下降，下调全年指引。技术问题以及外部挑战加剧了公司的困境，导致股价暴跌。下一条，特斯拉股价近几个月的大幅反弹使其在凯西、伍德旗舰62亿美元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中的权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，现在占 ARK 创新 ETF 股票代码 ARKK 的 15.4%。 最后这条是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经济前景表示乐观，刺激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新纪录收盘价。美联储降息预期依然完好，推动美股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涨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